咱这个内容十分温馨的频道，大家最喜欢的内容分别是动物科普和唐纳德·特朗普。虽然老特一辈子不养宠物，看似和动物毫无交集，但他呀其实是老美政坛里最痴迷于用动物说事儿、和动物发生奇葩趣事儿最多的美国总统。他既被国鸟白头海雕当众干克，吓得花容失色、失声尖叫，他还扬言要在边境河里召唤蛇和鳄鱼来抵挡非法移民。他甚至喊出没有人比我更懂鲤鱼的狂言，还把所有政治对手全部比作各种动物，让大家伙感到是十分幽默。今天咱们从头到尾扒光特朗普和动物之间所有的爱恨情仇，来一块探索一下他眼里的各种动物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大家好啊，我是戴红。先来说说特朗普真心喜欢、主动追捧的动物。答案非常统一，全都是食物链顶端、极具攻击性的顶级猛兽，和他一直标榜的强者至上理念完美契合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当属2015年他和美国国鸟白头海雕的那场史诗级会晤。当时特朗普正在为竞选活动拍摄宣传照片，特意安排了象征美国的白头海雕一同出镜，原本想打造出威严稳重的总统候选人形象，结果意外发生了。这只白头海雕可能是等级太高了，不是很听话，完全不配合拍摄，突然挥动翅膀，发动厌反扑向特朗普，尖锐的爪击险些令老特毁容啊！特朗普当场发出了野性尖叫，让原本严肃的拍摄现场变得一片混乱。而老特并没有对野性的白头海雕心生不满，他事后接受采访时对这只白头海雕是赞不绝口啊！他直言这只鸟实在太危险了，但它又无比强壮，无比美丽，是真正的王者。在这一点，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·富兰克林和特朗普截然不同。富兰克林曾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对白头海雕这种动物大肆抨击，信中写道：白头海雕它是一种品行不端的鸟，靠正当手段谋生。你或许见过它栖息在河边的枯树上，懒得自己捕鱼，就看着鱼鹰辛勤劳作。当那只勤劳的鸟终于抓到一条鱼，正要带回巢穴去养活它的配偶和幼鸟时，白头海雕便追上了它，把鱼给叼走了。虽然这么说有些不公，但它从来都不是什么好鸟，而是像那些靠掠夺和抢劫为生的人一样，实在是非常糟糕。此外，它还是个十足的胆小鬼，一只不比麻雀大的小小的动物王霸翁便能大胆地攻击它，将它赶出这个地区。对动物如此恶语相向，虽然有些尬黑的嫌疑，但不得不说呀，富兰克林说的没啥大错。白头海雕这种动物确实很擅长盗食寄生，除了捕鱼之外，有19%的食物是通过窃取其他动物而得手。可见，不管在政治方面二人谁更有水平，只谈在对动物的研究这一块，富兰克林还是比特朗普更加专业一些。除了白头海雕，特朗普对珍稀猛兽也有着极强的兴趣。在2025年出访沙特阿拉伯期间，沙特王室准备将一只濒危的阿拉伯豹作为国礼赠送给他，特朗普当场表现得极为兴奋，接连追问工作人员这只豹子的体型、食性、攻击性有多强，眼神里全是对这种顶级猫科猛兽的好奇，甚至多次提及想要妥善安置这份特殊礼物。最后因为法律和安保问题才作罢。在很多公开演讲和采访里，特朗普也经常主动提及鲨鱼、狮子、蜜獾这类以凶猛强悍著称的动物。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弱小动物的无感，反而极度推崇力量感十足、攻击性极强的猛兽，仿佛在他的认知里，动物的强弱和生存能力就是力量的直接体现，这也是他最看重的特质。甚至在谈及自己的行事风格时，他还曾主动把自己比作丛林里的王者，不屑于和温顺被动的动物为伍。这种对猛兽的偏执喜爱贯穿了他整个政治生涯，也成为他行事风格最核心的底色。如果说对猛兽是真心喜爱，那对其他绝大多数动物来说，特朗普只是把它们当成了最顺手的话术工具，用来吐槽、讽刺、攻击对手，甚至提出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方案，堪称是万物皆可比喻。先说说那些被他嫌弃的小动物，最经典的就是苍蝇这个没啥毛病哈，我也讨厌。特朗普有多讨厌苍蝇呢？在多场重要的公开演讲，甚至竞选辩论现场，只要有苍蝇飞到了他的身边，落在演讲台上，他都会立刻打断讲话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，一边挥手疯狂驱赶，一边当众吐槽自己最讨厌苍蝇、蚊子这类小东西，他们只会烦人，毫无用处完全不顾及现场氛围和自身形象，直白而又真实。而蛇则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讽刺比喻。特朗普曾专门发表过一场名为《华盛顿的蛇》的演讲，在演讲中，他把华盛顿政坛里的对手，甚至不支持自己的政客全都比作冷血、阴险、
眼背信弃义的蛇，直言自己宁愿面对地上爬的真蛇，也不想和政坛里的这些蛇打交道，用蛇的特质来抹黑政敌，简单直接又极具传播力。蛇和鳄鱼这对细形纲苦命鸳鸯，在特朗普世界中属于是大杀器。他曾经在谈及边境管控方案时，公开提出过一个十分具有创意的想法，在边境的护城河里投入大量的蛇和鳄鱼，依靠这些凶猛猛兽来阻挡非法越境。这个言论一出，立刻引发了全美热议，被众多媒体和网友吐槽他不切实际，过于荒诞了。但特朗普却始终觉得，这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，足以看出他对凶猛动物的实用化执念。然而，假如这场闹剧成真了，那么美墨边境可能会出现大量的爬行动物主题餐馆，变成一个崭新的特色美食小镇。除此之外，特朗普最出圈的操作就是把政治对手全部动物化。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过一段引发巨大争议的视频，视频里用动画特效把自己塑造成了丛林之王狮子，而把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比作大猩猩，把拜登比作长鼻猴，把哈里斯比作了陆龟，用各种动物的标签来贬低对手，凸显自己的强势地位。这段视频是十分抽象啊，我一度认为这是别人 P 的，直到我发现是他自己的账号发的，我终于说服了自己，这是特朗普啊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而有一类动物堪称是特朗普最可怕的噩梦，正是在之前视频里我们曾提到过的美洲河流之王，恐怖的水下入侵者亚洲鲤鱼。亚洲鲤鱼作为入侵物种，在美国水域是泛滥成灾，一直是美国渔业和生态环境的一大难题。多年来，没有任何一位总统能像特朗普这样对亚洲鲤鱼如此上心。在公开谈论生态治理、渔业问题时，特朗普曾多次主动提及亚洲鲤鱼入侵事件，甚至喊出了那句狂言：“没人比我更懂亚洲鲤鱼，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有人比我更擅长，只有我能搞定。”而他也确实针对亚洲鲤鱼泛滥提出过一系列治理方案，虽然最终效果有限，但也成功让他和亚洲鲤鱼这类动物牢牢绑定在了一起。其实很难说他对亚洲鲤鱼的这种操作，算不算是一种跨越物种的养寇自重呢？因为老特每到一个被亚洲鲤鱼霍霍的地方拉选票，都会提一嘴，等大家投完票了，就当无事发生过。每年一度的美国总统感恩节赦免火鸡仪式，这是美国延续多年的传统，历任总统都会温和庄重地完成赦免流程。特朗普在白宫主持赦免火鸡仪式的时候，为当年的两只火鸡豌豆和胡萝卜赦免。原本流程十分温馨，他对着现场民众夸赞这两只火鸡是他见过最漂亮、最可爱的火鸡。结果话音刚落，其中一只火鸡突然发出响亮的鸣叫，直接打断了他的讲话。面对这个其实不算太罕见的情景，特朗普没有丝毫犹豫呀，当场跟着火鸡一块狂叫。很难说这是不是一种真情流露，然后他一脸无奈的调侃：“火鸡太着急了，应该等我说完他再说。”原本严肃的官方仪式瞬间变得充满喜剧效果。其实这一段老特还是挺可爱的哈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哈，特朗普对动物如此关注，那么他在白宫养了什么动物呢？答案是什么都没养。特朗普是美国近100年来唯一一个在任期内没有饲养任何宠物的总统，尤其是美国人最喜爱的狗，他始终是避之不及。要知道，在美国，总统养狗几乎是不成文的传统，历届总统都会饲养宠物犬，用爱心、温和的形象拉近和民众的距离。狗也被视为最忠诚、最亲民的伴侣动物。但特朗普却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。在多次采访中被问及为何不养狗时，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：我没有时间遛狗啊，而且我觉得刻意养狗来塑造亲民形象这件事儿太虚伪、太假了，我不喜欢做这样的事儿。即便身边人多次建议他养一只宠物狗，迎合民众的喜好，他也始终拒绝。甚至在提及奥巴马、拜登等前任继任总统养狗的话题时，他也只是淡淡的回应，没有丝毫动心。其实我怀疑啊，奥巴马和拜登假如不养狗的话，老特说不定就不嫌麻烦，愿意养一条了。关于特朗普与动物的相关话题暂时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希望点赞加关注。我是戴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又是普通一天，